您啊，是不是常常觉得有点焦虑啊、胸闷、心跳加快，但是呢又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啊？觉得呢未来呢很具有不确定性啊，人际关系也有压力，觉也睡不好，呼吸也不通畅，到医生呢一检查呢，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你以为身体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呢，这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啊紧张过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大脑和胃肠的关系啊，大脑的神经传导，以及我们中医怎么样来认识这个肝气郁结的这个角度呢帮助你分析您为什么会焦虑又怎么样让大脑放松下来。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很多朋友呢看我们的视频也很喜欢希望大家呢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焦虑它不光是一种心情不好，它其实呢是来自我们大脑的一种危险的预警反应。也就是说，当你长期处在压力、紧绷、不确定感当中这个大脑的一个边缘系统它就会变得过度的敏感。这种过度敏感会造成什么问题呢？会让你的心跳加快，肌肉紧张，无法集中注意力，容易被小事情激怒同时呢会有睡眠困难，容易醒，好做噩梦。这个时候这个大脑的安全中枢前额叶皮质呢也会被压抑。如果这个警报中心呢过度活化的话这个焦虑呢就成为一种常态我们有的人他很焦虑，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自己都不意识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没到2分钟你就会感觉到他那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呢好像都会感染到你。有人说这个大脑90%以上的血清素是肠道产生的，其实呢不是，我们身体的90%以上的这个血清素呢是在肠道产生的。那肠道产生的血清素它并不能直接进入大脑，但是呢它是通过迷走神经和一个色氨酸的代谢路径间接的影响情绪。色氨酸是什么呢？它是血清素的一个前体是一个氨基酸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肠道呢是对我们的大脑有影响，我们的大脑对肠道也有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不完全是血清素的关系。如果您经常胃肠不适便秘和腹泻交替，这就是人们说的肠积惹。长期压力大，吃东西呢会觉得消化不好，还有口臭皮肤敏感容易闷闷不乐呀，这个可能就说明你的肠道呢出现了一种菌群失调那么这种菌群失调呢就可能导致身体的色氨酸没有办法顺利的制造成血清素反而变成一种叫奎宁酸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它对神经有一点兴奋和刺激的作用，就会让人更焦虑、更累、更容易失控所以呢稳定情绪的第一步不完全是一个意志力或者精神的问题，而是呢要检查一下我们肠道的健康。在中医里面，焦虑最常见的根源是叫做肝气郁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肝是对怒气、怨气这种是最敏感的那有的人呢，这个怒气、怨气产生以后它不好发不出去，就变成的内向的发作，就造成抑郁和焦虑，甚至惊恐发作这是跟这个肝胆的问题很有关系。另外呢，肝呢它是一个负责让全身气血流通的。我们说这个气血流通那情绪就平稳了。反过来讲也是一样情绪平稳了气血就和谐了人家说心平气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有肝气郁结呢，它会有很多问题，烦躁、胸闷喜欢叹气如果是女性的话，她会月经不调、乳房胀痛甚至慢慢产生子宫肌瘤还有偏头疼、肌痛症
抑郁症、失眠、反酸是吧？这个慢性疲劳等等。如果男性的话，这种肩颈僵硬、头晕眼花、高血压都是常见的。那么同时呢，这肝郁就会伤脾叫做肝气犯胃是吧？那么造成呢我们的代谢的困难，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又疲劳然后消化又不良，久了以后它又伤肾肝和肾是同源的是吧？肝呢还会生肝火会上心阴，因为呢这个木肝是木，木生火是吧？会呢消耗心阴，造成呢所谓的心肾不交其实呢我们这个心实际上是主火的，肾是主水的，这两个呢互相交换呢，保持一个平衡。如果他们不交换了，那么心火呢就会过旺人就会焦虑、失眠等等你要看自己心火旺不旺其实呢很简单你都不用是个中医师，你把舌头伸出来，你的舌尖呢比其他部分都红一点，那就说明你有心火那么所以呢我们看的不同的舌象呢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如果你舌尖红苔呢还有点黄说明你心火肝火都旺特别是心火旺。如果你的舌头很胖，两边周围还有齿痕伸出来过一会儿这个齿痕也不消失说明不是牙齿的问题说明呢这个舌头里面有水肿，那说明你是脾虚有痰湿。如果你舌头整个都是红的，上面反而没有苔那就说明你阴虚火旺大家知道这舌头上面正常的是有一个很薄薄的白苔你从上往下看的话，它是能够看到底下红红的舌头是相对透明的但是你如果白的看不见底下的红色的舌头，就说明呢这个舌头就比较利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没有苔光光的像镜子一样那就是阴虚的厉害了那么这些呢都不是单纯靠一靠你想开一点就说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系统的调肝理气、健脾安神，特别是呢把造成我们心情不畅的一个源头要解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你每天只要花5分钟你就会慢慢的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呢下降。第一呢喝一点我说的药茶或者是药饮。这种药饮它是能够稳定情绪的，比如说一些放一点合欢花玫瑰花、甘草这些呢可以疏肝解郁、柔肝安神，特别适合下午用如果你加点枸杞子养肝血更好一些。另外呢可以调神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太冲穴是疏肝的，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在往上呢两个骨头快要交界的地方。神门穴上面跟大家讲过是在腕横纹小指这一侧的这个经的内侧面还有就是印堂大家就是在两眉之间这每天睡觉你就是按压这个1分钟，它就能够让你的情绪缓解下来。另外呢就注意调节我们的呼吸其实调节呼吸呢就让你的思想转换到你现在能够感受能够控制的时候，而不去想过去的事、未来的事情等等，越想呢越焦虑那么这种呢做一个深度的腹式呼吸我们讲的4-7-8这个呼吸法这个呼吸法是怎么做的呢？你吸气的时候数4，但是吸气前你要知道你要把这个舌尖顶着你的上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督脉和任脉就连起来了人家过去说打通任督二脉其实任督二脉呢你舌头往上一顶它就是正常情况下就是通的，如果不通的话那是因为别的原因。
那么在吸气的时候呢，你用鼻子吸气数4啊，然后呢，你把它屏住呼吸数7，最后呢，用嘴巴吐气啊数8。这样一个呼吸的过程啊，不光增加你的身体肺对氧气的吸收，最主要的是它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呢是让我们叫消化和休息，叫 rest and digest， 是吧？那么跟这个交感神经呢是 fight and flight， 这是相反的战斗或者逃跑，这个呢是休息和消化。所以呢，你这个副交感神经一激活以后人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容易焦虑的朋友呢，不是说你精神脆弱实际上呢，可能是大家呢积累的这个心结太久了憋得太久了另外呢，压力呢一直自己撑着，这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着也没有人教你怎么样把它关掉。在我们会员的专属影片里面呢，我跟大家会分享3种呢焦虑体质，我们怎么样辨识因为焦虑虽然我们说肝很有关系，其实呢焦虑呢跟脾跟心跟肾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不同的人呢，不同的体质呢，它有不同的焦虑的原因。另外呢，怎么样我们跟大家分享稳定情绪的一个茶饮的一个配方，同时呢也教大家怎么样做穴位操作呼吸呢放松引导，可以配合你每天在生活中使用。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帮助的话，请大家转发、订阅和点赞，特别是一定要分享给你身边经常感到焦虑的朋友们。好，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